董事长，但没有想到，整个民进党大败之后，充满了这个腥风血雨，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文中在讲话了，他今天突然的表达说，如果今天民进党党中央都有一个黑道中常委，你只要告诉人家说，我们民进党要扫黑金嘞。我今天早上看这篇文章，我也吓一跳，你知道吧？这个很简单嘛，就是剑指中央嘛。然后另外再讲更直接一点，就是直接就是跟蔡英文直球对决嘛。就跟蔡英文直球对决了。这个不是黑道中常委的问题，这个所有的问题的发生，就是总统创造出来的嘛。那总统纵容总统的系统有一些各特殊条件的人物，对啊，这个当然是总统本身心知肚明嘛，对不对？那文中今天直接就炮打党中央，炮打蔡英文，好不好？讲清楚一点，不是党中央，因为党中央已经没有了嘛。对，所以这个就是直接在改选前的一个要求嘛。对，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掉的话，你明年怎么选举嘛？所以今天的文中的讲话，除了要改革民进党以外，更技术性的目的来讲的话，也是为了明年的选举要铺垫嘛。否则你明年怎么选？你今天的问题就背着明年继续被人家被国民党挨打嘛，国民党压着你打。你看你刚刚看到这个屏东都剩1万多票了，你这个政权不丢还有鬼啊！你屏东的那个数这个选票的方式，我到处给你播了。不是这个是屏东的结果，还有台南的结果，就是南台湾都要丢掉了嘛，对，都差着一步之遥啊。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没有人出来讲真话，对，还不出来好好检讨。不快点刮骨疗伤，然后还在那边这边小打小闹搞内部斗争，所以李文忠这个讲话才是真正掷地有声啊！但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嘛，你这个问题核心不解决掉的话，你后面根本没有办法搞下去。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贪腐啊，其他的问题。但这个是，如果今天党内弥漫了很多跟黑道合作的事实的话，你看到我们看到最近我们有报道一些黑道在桃园炒地皮，没错，对不对？就跟桃园当地政府合作这一类的事情，已经全面性的在台湾变成一个口语相传的话，你这个党就没有形象了吧？你除了有柬埔寨，你还有青埔寨，然后呢，你台湾今天又出现浮尸了，那台湾开哪又开枪了，台湾现在就跺脚筋了，那台湾到底搞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年民进党在阿扁执政，阿扁的第一次胜利的非常重要一个条件，就是把国民党的黑金彻底打败。就是国民党的黑金创造了民进党执政的条件嘛？对，现在你民进党自己走上国民党的旧路，那国民党现在反而相对性的黑金比较少了。没错，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被你民进党抓光了，知道吧？你帮他清干净了以后，国民党现在内部比较干净。现在所有的脏的东西通通到民进党来。所以你要想，那根本现在民进党是李登辉路线的延续嘛？比李登辉那个更夸张，因为那个夸张的方式的话，李登辉当时控制力没有那么强李登辉当时对所谓的在野力量的还是要沟通。你有看过我们这个今上或者今天的民进党的中央有跟在野党有沟通过吗？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完全没有？他连跟媒体都不用沟通了，是定了嘛？我是绝对优势嘛。当时我在民进党中央嘛，李登辉还会派人来谈嘛。李登辉还有很多沟通。你不记得有叶奔提的故事吗？有合作修宪的故事吗？有非常多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那时候民进党是小党，中小型政党，就17席立法委员，但李登辉拼命沟通，他知道这个力量要整合才有力量。结果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民进党有跟在野党沟通过吗？不要说是民众党的，连国民党他都不谈的。